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，说起毛舜筠这个名字，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，甚至没有印象，或许只有一些80后、90后会比较记得。但是如果你看过《花田喜事》《飞龙过江》，那么你对他一定不会陌生。是的，他是电影里的母夜叉、火锅店老板和气质很好的殷赏。他的一生颇为传奇，跟哥哥张国荣传出过感情，先后经历过3次婚姻。之所以被圈中人称作黑面神，是因为他对待工作特别认真。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关于毛舜筠的传奇故事。出生于1959年10月5号的毛舜筠，17岁便入行。入行后不久，他就得到了电视台高层的赏识，出演一些影片的女主角。自1981年登台亮相之后，先后出现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，其中以喜剧为主。他还和哥哥张国荣合作过《花田喜事》等影视作品。出道之后的他可谓拿奖拿到手软，先后获得过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、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，以及第58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等殊荣。跟林青霞、王祖贤这样的演技派和偶像派有所不同，毛舜筠是依靠自己的无厘头喜剧天赋在电影里闻名的，所以他拍的很多作品都很有趣。他本人也有女版周星驰之称。在人物塑造方面，他非常的放得开，不太在意自己的形象，因而他的一些对白和动作都能让观众捧腹大笑，因而留下深刻印象。尽管过去了很多年，但是一提起这些角色就能够被人们想起。一提到毛舜筠，就有2个男人是跟他绕不开的，一个是周星驰，一个便是张国荣。毛舜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入行了，尽管接触过不少角色，但是直到遇到了星爷，他才算找到了自己的独特的表演方式。毛舜筠的喜剧天赋是在台庆大剧《他来自江湖》，尽管他在许多电视剧中都有表演，但直到遇到周星驰，他才找到自己的表演方式。在与《他来自江湖》和周星驰合作之后，毛舜筠的搞笑基因被正式发现，从此走上了喜剧之路，从此成为了一个谐星。毛舜筠塑造的喜剧角色有很多，先说说《花田喜事》里的母夜叉。那个角色刚刚出现在荧幕的时候，确实让人受不了，因为当时在脸上那么大的红胎记，足以构成丑女的标配了。但是这还不够，还要在演员的脸上加上几颗带着长长汗毛的痣，而且他还特别粗犷，张口闭口开封有个母夜叉。最要命的还是他拿着大刀刮腿毛的片段，给人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。但是他新婚之后就变得温柔贤淑，连脸上的胎记和痣都不见了。虽然她算不上是特别漂亮，但是其演技和气质也让人惊艳了，不愧是喜剧女王。电影《飞龙过江》是由甄子丹主演的爱情喜剧，在该片中，毛舜筠出演了一位穿着很有品味的靓丽火锅店女老板，她的戏份比王晶还要多。为了抚养妹妹的孩子，她只身待在日本10年。光看电影，谁也看不出毛舜筠其实已经60岁了，但还是那么的优雅，气质和肤质都很好。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必打自己人中的殷赏了。这部剧在豆瓣上的打分是8.6分，有将近50%的人打了5星，觉得是导演精心打磨的良心之作。这部喜剧一共有337集，看的数量越多，就越会欣赏片中的女主角殷赏。毛舜筠饰演的殷赏曾经就是个没有主见，只会跟随的人。出于对强者的崇拜，让他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接受了师兄严如大的表白，选择做了他的女朋友。因为一直渴望建立温暖的家庭，所以也不论严如大对他的感情有多深，在大学毕业后就嫁给了他。他凡事迁就师兄严如大，因为严如大一句结婚不一定要拍结婚照而放弃拍照。她甚至为了严如大的一句话而放弃吃自己最喜欢吃的猪头肉，对自己的丈夫是言听计从、服服帖帖的。正因为性格上的软弱，所以严如大就显得比较强势。其实在殷赏的心目中，她是十分矛盾的。一方面她喜欢被强者支配，因为她十分欣赏自己师兄的才华和勇于坚持自己的原则，所以在师兄的面前她总是弱势的存在，由师兄主导她的人生。但是转型后的殷赏经过10几年的历练，犹如得到了新生一样，她变得独立有主见，待人随和而有原则。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是想着退缩，而是总是想着怎么去解决难题。他干练而精明，懂得人性的优点与不足，但是又不墨守成规。可能是师兄的不辞而别，让他在痛彻心扉之后，选择勇敢地站起来当个女强人。也可能是因为记者的职业，让他见到了人性和社会的光明与黑暗，
因而大彻大悟，千锤百炼，脱胎换骨。更有可能是他对于高档生活的向往，鞭策他去努力奋斗，努力挣钱，种种的原因叠加在一起，让他成长起来，让他完成了从过去到今天的转变，成为了前夫和男一都喜欢的女人。所以毛舜筠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女演员，她的可塑性非常强，可以驾驭很多角色，但她的感情也没有那么顺利，甚至有点遗憾了，因为她差点就跟哥哥张国荣喜结连理。如果她跟张国荣结婚了，或许张国荣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。一提起张国荣，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熟悉，他是红透半边天的香港男艺人。很多人没真正见过张国荣，但是都听过张国荣唱的歌，看过张国荣拍的电影。他那俊俏的外表让他刚出道就一炮而红，而且他凭借自己的歌声和演技获得了很多奖项，比如脍炙人口的《倩女幽魂》系列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他不仅人帅演技好，而且为人随和，和圈中的很多影视大佬、大腕明星都有着不错的交情。但就是这样如此优秀的一个人，选择了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人生，这不禁让人感到唏嘘不已。张国荣公开过的女友不多，但毛舜筠就是其中一个。毛舜筠是张国荣在圈内唯一公开承认的女友，毛舜筠是张国荣人生中第一个送玫瑰花的女人。可以看出张国荣是多么的喜欢毛舜筠。后来哥哥张国荣跟毛舜筠分手了，在多年后两人接受采访时聊天，张国荣问毛舜筠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追求太主动，太快向他求婚，所以被这疾风骤雨的架势给吓到了。毛舜筠笑着回应，是的是的。很多人在张国荣死后指责毛舜筠，但无论如何世事没如果，人死不能复生。毛舜筠有过很多追求者，但是他的感情之路并不顺畅。他一共有3次婚姻。21岁的时候，他邂逅并嫁给商人文书阳。当时的毛舜筠处在事业的巅峰期，但是为了这个心爱的男人，他甘心息演3年，这无疑是对事业的巨大打击。但是他没有计较这些得失，可惜好景不长，即使付出了那么多，他们两人的婚姻还是破裂了。于是毛舜筠回到了娱乐圈发展，虽然错过了最红的时候，但是她依旧能够接到不少角色。在事业回暖的时候，她又遇到了自己的第2任丈夫蒋家俊，两人在结婚的时候还十分的热烈，给广大圈内人士犯了不少狗粮。但是最终两人还是因为性格不合出现很多争吵和摩擦。虽然两人都试图为对方做改变，但是还是因为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分开了。经历了2度婚姻的失败，让毛舜筠受到很大的打击，她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。于是她人生中有7年一直是空窗期，之后她就遇到了自己现任丈夫曲丁平。虽然不是圈内人士，但是丈夫的工作是美术指导，他们很快有了共同话题，让他们选择婚姻。2020年，这对夫妻已经有了2个女儿，可谓是夫唱妇随。曲丁平以一身黑色造型迎来自己的75岁生日，而毛舜筠也选择了穿黑色，好像就是情侣装。已经61岁的她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，但依旧是女神范，看不到岁月留下的痕迹。而毛舜筠之所以被称为黑面神，那是因为毛舜筠有着很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时间观念。一些演员平时不够用功，导致在拍戏的时候出现跟不上毛舜筠的节奏，自然会迎来毛舜筠的黑脸。拍戏跟很多事都需要熟能生巧，毛舜筠本人养成的习惯是白天拍戏，而前一天晚上就要准备好该天的台词了。因为拍摄的时间很短，所以就必须事先做好准备，到了现场就能够马上进入状态了，而不是到了拍摄的时候才去对台词。当然，现年已经62岁的毛舜筠已宣布离开 TVB， 或许是因为 TVB 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也觉得吃不消了吧。无论以后是否还能看到他的新作，最后还是祝毛舜筠和他的家人和和睦睦，美满幸福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这里是雨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